关注最新资讯，把握经济脉搏。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主要内容：近期降价风波不仅席卷广州一座城，湾区其余城市均已逐步出现了楼盘降价的现象，不断刺激购房者置业热情。佛山各大楼盘自降价、打折甩卖的公底房、高价房市值一夜缩水，刚需买房者持续观望。佛山住建局紧急出台楼市新政，住房满5年不再限购。从清明节开始，部分佛山新房成交开始下滑。之前每个楼盘每周平均成交20多套，现在每个楼盘每周成交只有5、6套。佛山在叠加新房限价、利率提高等因素影响下，房价一降再降，价格大跳水。这对之前高价入手的业主来说，实在是有些不友好。但对于准备买房的刚需群体来讲，算是喜闻乐见的事情。禅城江景房，也就是海伦堡汇银9月蓝湾首开售楼部的时候，售价为1.8到2万每平米方，如今跌至1.2万，直降8000，这样的差价甚至高于3、4线城市热门楼盘每平米的价格。相比房价又有所回落的南庄，原本坚挺的绿岛湖还是有盘按捺不住。世茂弘扬绿岛湖公馆推出多套公底房，最低单价1.3万每平方，相比去年项目1.8万每平方起步的价格，落差去到5000元一方，不知道去年的购房者该怎么想。当前部分楼盘部分区域成交回暖，但想要全面复苏还差几把火。据佛山市房产信息网数据，佛山楼市第一季度新房、二手房成交环比、同比都呈现大幅下跌态势。据佛山市房产信息网数据统计，2022年第一季度新房成交量为16348套，环比下降30.3%，同比下降41.9%。2022年第一季度新房成交量在近12年同比中，仅高于疫情爆发最为严重的2020年，并且成交量仅高出1600多套。2022年1月，全市网签量为77.1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3%。2月份网签量为42.86万平方米，同比下跌31.69%。除了前年12月勉强突破万套略有起伏之外，从2021年8月开始，每月网签就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二手房同样如此，第一季度二手房成交量为5657套，环比下降38.3%，同比下降61.6%，更是创下近9年来成交套数新低，仅为2017年最高峰的2成多。数据统计显示，2022年1季度，佛山商品房前30的销售金额达146.59亿元，对比去年同期减少31.2%，销售面积合计88.84万平，同比下降21.9%。当然，豪强云集的佛山市，竞争并不会由于大环境冷淡而放缓，在新一轮洗牌中，不少货量充足的网红项目成功抢盘。目前，佛山各类型的商品房库存仍面临较大压力。截至今年3月底，佛山一手住宅库存面积达1216.53万平方米，按近12个月去化水平计算，需14.7个月消化。另外，商业、办公的市场去化水平较慢，去化周期较长，至少要6到7年才能消化。频频暴雷的楼盘价格已经引起了佛山楼市的动荡。4月26日深夜，佛山住建局紧急发布通知，对最近一次契税缴纳时间或不动产登记时间满5年的商品住房，不计入居民家庭拥有住房套数，进行买卖合同网签、赠与、司法拍卖等转让手续时，无需进行购房资格核验。此外，佛山还在其他方面出台了更多的政策。房贷方面，目前首套利率基本在5.5%左右，个别银行更是下探到5%以下，低至4.65%，与5年期贷款 LPR 相当，是近2年房贷利率的低位。首付方面，佛山非限购区首套已重回2成。房贷审核方面也相对宽松，比如以前即使是父母转来的首付款，也要查父母半年流水，现在已经不用了。宽松的房贷政策是撬动市场需求的最有效手段，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楼价方面，佛山多个楼盘喊出涨价消息，声称3月1日起涨价2%到5%。虽然不排除部分楼盘以此作为促销手段，但敢喊出涨价，这个底气肯定是有成交支撑。土拍市场上，2月22日，越秀12.8679亿元
夺得狮山博爱湖地块。2月28日，保利华南9.03亿元拿下大利金沙洲地块。3月2日，华润38.6亿元拿下大梁50万平方米套路综合体等等。今年以来，佛山已有5宗商住用地成交，虽然大部分是底价成交，但相比去年第4季度，土拍市场已呈现明显好转局面。近期各地因城施策出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措施呈星火燎原之势，并由低能级城市向高能级城市蔓延。据不完全统计，进入2022年，已有超80城先后从限购、限贷、限售和购房补贴等方面出台楼市松绑和促进政策，包括郑州、大连、南京、宁波等2线城市，以及郴州、丽水、菏泽、赣州、安顺等3、4线城市。根据佛山住建局这份通知，为贯彻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满足居民自住型住房需求，支持改善型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最近一次契税缴纳时间或不动产登记时间满5年的商品住房执行上面所说的政策。郑州、哈尔滨、大连、南京、宁波等2线城市此前也都在优化限购政策。郴州、丽水、菏泽、赣州、安顺等3、4线城市则从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降低首付比例等政策，下调房贷利率等方面入手促进居民合理住房需求释放。绵阳、常熟、通州等地甚至给出不同形式的购房补贴。放宽限购条件，降低置业门槛，成为优化调整楼市政策的重要方向之一。例如，衢州市此前发布的政策称，非衢州户籍家庭、个体工商户籍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企业，视同衢州户籍家庭执行相关购房政策，不受需缴纳12个月社保或个税，且仅能购买1套的限制。降低首付款也是调整优化楼市政策的重要方向。例如，4月14日，湖北省宜昌市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通知，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投放力度，首套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不低于20%，二套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不低于30%。除放宽限购条件、降低首付款比例外，多地下调房贷利率也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在近期密集出台楼市优化调整政策的3、4线城市中，已有不少城市将着眼点放在支持产业发展和吸引人才政策范畴内，或在出台楼市调整政策的同时，亦同步发布人才和产业政策。与各地因城施策出台措施相呼应，中央层面也在持续释放稳地产的信息。就在4月24日，住建部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快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退税减税降费、专项债发行使用、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支持企业稳岗等有关政策的实施，帮扶市场主体渡过难关。要重点围绕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等，研究采取更大力度的政策举措，推动释放内需潜力。要有力有效应对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确保城市基础设施等有序运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要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建筑业放管服改革等，努力为市场主体提供好的营商环境。要坚持底线思维，高度重视房地产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城乡建设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4月18日，央行、外汇局也印发通知，提出要求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合理确定个人住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最低贷款利率要求。金融机构要保持房地产开发贷款平稳有序投放，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要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并购金融服务。4月以来，中央各部门发生维护经济稳定，地方政府因城施策放松调控，且力度不断加大，调控松绑的城市也由3、4线城市往高能级城市扩散，但政策端的放松传递到市场端仍需时日，叠加疫情反复销售承压，进入2季度市场仍未有明显回暖，行业流动性风险犹存，导致整体投资意愿下降。我们认为，政策的覆盖范围和力度都有进一步提升空间。疫情导致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房地产复苏时间推迟，企业主体信用风险仍在继续发酵，房地产产业链投资依旧面临下行压力。大多数城市的土地市场十分冷清，这都在推动政策进一步加大力度。对刚需买家来说，目前是应该果断入市，还是再观望一下呢？市场给出来答案，除了少数区位优势大的明星楼盘，佛山大部分楼盘价格在相对底部，当下正是刚需买家入市的好时机。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欢迎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